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用。那今天呢，又要来帮我的十R进行第二阶段的 DIY 的保护改。那保护改的部分呢，是针对机车防倒防摔我们会用到的配件。那今天的这些配件在安装上面会比前面的基本改这边会稍微要再难一点，因为它会用到的工具会比较专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今天要安装哪些的配件呢？OK， 那这边呢是我们前后轮的防倒球。那前后轮防倒球，我会建议要安装是说，因为10R 的前避震器啊，其实它是相当高档的，它是Shure顶级的 BFF 的避震器。那你在摔车的时候呢，假设没有这个防倒球这边保护的话，它很有可能也会因为你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刮伤这个避震器。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有装的必要性啊，所以至少说我会觉得说前轮要装。那后轮的防倒球这边需不需要装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看个人。但是以我自己来说的话，我也会顺便把后轮的地方也装上去。那因为你在后轴的地方，虽然后轴的摇臂这边你要伤到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但是假设真的有机会的话，你能够保护到摇臂的话，这样子是最好。因为其实假设不小心还是有意外，还是有可能你摇臂这边伤到的话，这样的话你的摇臂其实也是相当的贵的。所以我觉得最好后轮这边也一并也装上防倒球。那我这次用前后轮防倒球呢，我是用 EP 的 EvoTech 的防倒球。它这个牌子呢，在国外也是相当平价的品牌。再来呢是车身防倒球的部分呢，我觉得是必装的。那特别是你在使用机车的情况下，你几乎假设90%以上都是在一般道路行驶的话，那你其实在倒车的几率，就是在原地倒车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甚至说你可能在路况不好，就是天雨路滑或的时候，你其实也是有蛮有机会，有可能意外车子会摔车这样子。那其实车身防倒球呢，它其实可以帮你挡掉大部分的车体的伤害。那当然是在讲的是低速的时候。那这部分呢，其实我跟熊大就是忍者无尾熊，我们有稍微讨论一下。那因为他之前有分享过一支影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就是他自己在骑车的时候，那其实发生很意外的倒车现象。当然在路上的那个路况，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地面是有点湿滑的。那可是其实他骑的也真的不算很快，可是就是会莫名其妙的在某个弯道的时候，可能就打滑了这样子。那这个意外呢，其实通常都是突如其来的。那在这样子它的骑乘状况，虽然速度上面不是很快，它可是你假设有装车身防倒球的话，其实可以帮你挡住掉车子上面大部分的伤害。所以熊大它本身呢，也是跟我也是蛮推荐说，车身防倒球的部分啊，其实也是要装的。那一次他摔车的时候，他车上装的也是 RNG 的这个牌子。RNG 这个牌子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那本身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并不会很突出车身啦。那它其实它有2种的形式的，一个是标准版，就是我现在买的这个版本，它突出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然后再来是它另外有那个 Race Kit， 就是再更短一点。然后就是你在装上去的时候，防倒球这边突出车身啊，它会更突出的范围会更小一点，就是它会比较更适合，就是你在track day 的时候这边使用。那这个标准版呢，网站上面有讲，它其实 track 或是一般的 road 这边就是都可以去使用。那所以我觉得以我来说的话，我会比较偏向是装标准版的，因为以我目前来说，我对10R使用的规划呢，就是几乎90%以上都还是在一般的道路行驶。那之后有下赛道的话，其实这个 RNG 的这个长度呢不会太长，我觉得它也是可以装着去下赛道，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再一个，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个部件啊，就是引擎的护盖。那引擎的护盖呢，它是比防倒球更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它会保护你的引擎，就是你真的不幸摔车的时候，它是能够保护你的引擎不会在你摔的过程会在地面磨破，然后导致说你根本车子里面的油就会因此就漏光，然后你就根本车子骑不回去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啊，以仿赛来说，引擎护盖的重要性甚至比这些防倒球都要来得更重要。所以引擎护盖这部分，
我觉得是非常优先先装的。那这次的引擎护盖呢，我也是一样是使用 GB Racing， 那这个牌子各位一定也不陌生啊。那我从 R1、MT-09 都一直用到现在，那我觉得它的品质相当不错。不过各位要注意，因为网络上面它的仿冒品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看到价格特别低的，就是异于市场行情的，然后而且它的出货力呢根本也有点异常，应该说各位知道啊。那我就建议说，你可能跟一些比较知名的卖家这边去买，那虽然然后价格是在合理的范围的，我觉得你再去买比较不容易买到假货，或者是干脆就请车行这边帮你去跟代理商这边直接去订货，这样子会最保险。再呢，我觉得需要装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护弓啦。那护弓的话，当然就是只有在左手边这边才有护弓，这是一般。仿赛这边在骑乘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是有刹车的这一边就足够了。那当初护弓的这个设计呢，其实就是避免说你可能在车阵当中啊，然后你可能比如说当然是比较激烈的赛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旁边的车手可能会不小心开靠近你的车身，可能会压到说你的刹车的部分，所以护弓就是保护你的刹车不会被别人误触。那我觉得护弓的部分，它这个材质呢，它跟防倒球的材质其实是蛮接近的。然后，所以如果你真的在倒车的话，我觉得这个护弓它可能本身对于说防倒的时候，这里的一些防滑的这个保护啊，其实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在这样。那最后一项我们要安装的东西就是这个。再来就是我们最后要装的东西，就是我们排气管的吊架。那既然呢我已经改了单座盖了，所以当然要把后脚踏这边也一并拿掉才会比较好看啊。那可是10R的话呢，它不是只能够单纯的拿掉后脚踏就 OK 了，因为它的排气管的吊架孔是设计在脚踏上面、后脚踏上面，跟它是一起的。那所以吊架这边在取代的时候，必须要另外置换成这种单一的这个吊架去取代原本的后脚踏的位置。然后这是另外一边的脚踏的饰盖，那另外一边就不需要吊东西，所以它就是单纯一个饰盖挂上去。那这个牌子呢，我也是用 EP 的 Evotech。好，那接下来就来跟我一起来安装吧 ，Let's go。那 EP 这个品牌呢，我这次用蛮多的，都是用 EP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所附的说明书，我觉得是在一些相当不错的国际大厂的配件里面，它算是还蛮用心的，就是它都有详细的这些说明的步骤，而且是附有图文这边，然后这边去跟你说明说安装的方法。像有些国产品牌啊，它根本连附都没有附给你。它比如说像 RNG 的话，它至少也有附一些简单的说明书，然后说明的步骤，然后甚至连 GB Racing 引擎护盖，它也有附一些简单的这些说明。可是其实在国产有一些的配件呢，它根本连说明书都没有附给你，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家今天的这些品牌，它能够做到国际的销售，我觉得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至少能够在提供给安装车主的资料算是蛮齐全，而且品质的部分包装都有一定的水准。那我觉得这是一些国产品牌这边需要加油的地方。那再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可能要准备会用到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啊，那就是你要准备的就是有一套套筒扳手，然后六角扳手，然后这些东西。那再来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你一定要有扭力扳手。那为什么要扭力扳手呢？因为我们今天要安装的东西，其实有一些是车体上面需要锁扭力的地方。那如果你有螺丝有拆过的话，你一定要照原本的螺丝的扭力给它重新再上扭力。然后不然的话，你之后在骑乘的时候，因为在震动，然后你锁的扭力不对的话，有可能你锁的不够呢，螺丝就会松脱。但是如果你在锁的过程，你又不小心锁得太紧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把引擎或者是上面的一些螺牙这边，或者是你在安装的地方的螺牙这边会锁爆它的牙孔，然后这时候都是不好的。所以这时候扭力扳手就是非常重要，它会帮你去锁上一个正确的扭力。
那原厂的端子呢，跟换上去的护工加端子，我觉得拿起来的重量是差不多的。那这会影响到说，就是之后装上去它的一个平衡，就是一个手把这边在你在吹油门的时候，手把这边的震动的吸震。那你装上去的时候，这个地方要跟它要对准 ，OK， 就是这里要对成一排，然后你试一下有没有干涉到油门，这是没有问题，就没有干涉到，然后这边没有干涉到，这样就好了 ，OK， 然后换另外一边。那同样的这2个重量呢，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它换上去的话，吸震的这个效果应该也不会差异很大。它最后这边说明书在说要上扭力值，它这里只要给它上到8牛顿米。好，那现在两边装上去了。那装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是可以滑动的。对，这也是它设计的目的，就是它这个防倒球。它会尽量说能够在你假设真的不小心倒车或摔车的时候，它在磨到这里的时候，它不会，它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说它跟地面的摩擦力。所以你这个东西不用锁得非常的紧，然后只要说它能够不会松动即可。那它的螺丝呢，基本上都是用防松螺丝，其实你不需要太担心。然后，所以你在装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可以这样转动，然后这是正常的设计这样，所以这设计是还蛮不错。那它的一边呢，这里是比较短，然后一边的这个牙它是比较长的，那所以我会先把这边的牙先锁到底，然后之后我这里就是把它拆开来，然后就是组装插进去的地方。它在轮轴这里，它有做一个防松的这个插梢，这部分要先拆掉。再来换成扭力扳手，好，它也是锁上之后，就是有这样子滑动，可以转动这样子，然后下面这里也是可以转动，我这里比较紧。这个插销呢是原本锁在这边，是避免说这边松脱的。那因为你这边有加了这个防倒球，所以在你这个东西松脱之前呢，这个东西会先松脱。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担心说没有装它。那防倒球这边你在装完之后，你会看到其实它这里啊，跟你的脚架的位置是大概就是在你的这个车身这个地方。那所以假设你今天没有装防倒球的话，你今天倒车的话，可能脚架会先挡住，但是呢，其实很难免的说你这个地方不会刮伤。所以你有多加这个的话，它其实可以进一步去保护到你的后摇臂不会刮伤这样。但是另外一边呢，其实就没有差了，因为另外一边这边有排气管，所以不管怎样，你的排气管这边一定会先压到，所以这边其实排气管这边会帮你挡住。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后轮的防倒球是要保护这一面的摇臂，然后比较不会被刮伤。
那车身防倒球的话，就是要装在这个螺丝上面。那一次呢，我们只能够卸一个，所以不要贪心，两边都卸下来，到时候引擎这边跟它原本的对孔对位这边可能会掉下来。那你之后拆掉单边的话是不需要担心，因为整个引擎呢，它其实是有好几个螺丝还在帮你撑着，所以你只拆一只螺丝，其实是比较不会让它不用担心说它会偏位的。那它左右两边的长度不太一样，那在你的左手边的话，它是比较短的，因为它这里的引擎这边的支架它是比较凸出来车体一点，所以这边是装比较短。它另外一边是会多加一个这个套管。然后这是刚刚换下来的螺丝，那这换下来是防倒球，那这边螺丝这里它在吃的深度是差不多。那这一边的螺丝它是比较短的，它是10公分的长度，那另外一边的螺丝是11公分。然后，所以这边在装的时候不要搞错。那这边是安装完车身防倒球之后，跟车身的位置还有把手的位置的比例，从车轮、车身、把手，然后车轮、车身，然后护弓，然后他们这里的比例，所以大家可以应该可以保护到蛮完整的车身的外观这样。好，那装引擎护盖这边比较麻烦，因为这一块刚好挡在这一片的后面，所以我必须先把下老流这边先拆掉，然后再松掉这个螺丝，然后这样的话，我这里才有比较足够的空间可以去锁我的这个引擎护盖的螺丝。那 GB Racing 的护盖呢，它同样是有附说明书，那在说明书上面它有写说螺丝这边，它每一根螺丝最大的扭力是11牛顿米。
好，那像我10R呢，一些基本的配件啊，还有防摔防倒的配件都已经安装到车上了。那这部分的 DIY 其实还蛮辛苦的，但是实际上自己真的装完之后成功了，其实是还蛮有成就感的。好，那这部分就跟各位分享。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那记得留言给我。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